最近啊一直在拍戏。之前呢非常有幸跟博哥一起演了一部电影。电影呢叫《浪浪人生》。电影上映的时候呢，我就去在我演出的过程之中宣传。我说朋友们，你们看没看过《浪浪人生》啊？观众说看过了，特别好，说我在那个《浪浪山小妖怪》里边演的特别好。随着认识我的人越来越多，的确会有一些让我感觉到生活的不便利或者尴尬。前两天我去游泳馆游泳，水猴子，谁说水猴子了？我能找出来吗？我到那儿之后呢，刚想要换衣服，我在更衣室，我刚要脱裤子，有一个男观众就在旁边，他认识我，他就，他就开始表演，但他不跟我说话。现在的观众都是这样，他就发现我之后，他就看着我就。当时我就在想，我跟不跟他说话。我以前吃过亏，就有一次我走过去看着都是我，哎，您是不是想跟我合张影？他看着我，哦，你谁呀？所以说我也不能跟他说话，我就说那就先脱衣服吧。我就慢慢往下脱裤子，我脱到一半，他突从后面过去了，我赶紧穿上了。然后他就在那儿看着我。我说那脱不脱呢？我得游泳啊！我就太难受了，因为这个时候我已经不能搭话了，因为如果他不认识我，在他的视角里，就是他到更衣室看到一个男孩走来看着他，合影吗？就很怪，所以说我就只能继续脱了，就是换上了泳衣，然后他还在那看我。我想我不能一直让他跟我在这种状态里了，我必须得打破这个尴尬。我说兄弟，哎，你是不是想合张影？没事，拍一张。他说哎呦不用了，我都拍过了。我说删了，我一脱裤子你啪拍一张。删了！他说：“哎呀，我自己留着看。”我说：“你现在看不就得了吗？”当时我就跟他僵持的时候，有两个老大爷，一个老大爷跟另外一个老大爷说：“老张，来名人了。”谁呀？旁边那大爷，是不是奥巴马呀？当时喜欢我的男孩就特别激动，因为他们都非常爱我，就像那些兄弟，我能感受到他们眼神里边带着那种炙热。过去跟那个老大爷推销我，他说：“大爷，哎，给您2个关键词。这是谁？北京，哎，顶流。”那大爷啊，鹿晗。大爷把手机咔就举起来了。我说你别拍了，大爷别拍了。大爷说没有，我发的抖音。我说你别这样。大爷说小伙子，你要想啊，拍你肯定是因为喜欢你，那为啥拍你呢？对吧？哇哦！当时那一瞬间，我就感觉我回到了校园里，碰到了那些就是非常暴力的高年级同学。我小的时候学校里边校园暴力非常严重，我们那个时候没有什么霸凌，没有。就是高年级没事就是葫芦你，就是玩儿。我在学校里走路，我什么都没干，我就在那儿走路。一个高年级上来给我一个大逼斗，我说有何贵干？他说还好意思问，打的就是你刘旭。我说刘旭，我特别痛苦，我就找班长，我跟班长说，我说班长，高年级给了我一个大逼斗。班长说也给我了。我说这也不值得骄傲啊。高年级跟我说，每天让我给他5块钱，要不然就扇我大逼斗。班长说啊，
他们跟我说的是每天拿5块钱领一个逼斗。我说班长真是苦了你了，我们都上学你还打卡。我说咱们怎么办呀？咱们得解决这个问题啊。班长说不用害怕，我妈是法官，我爸是警察，我以后要成为律师。我说兄弟，用不了那么大，我觉得咱们还是先告老师吧。我们俩就去告老师，告我的班主任。我跟班主任说：“我说班主任，老师，高年级给了我一个大逼斗，特别疼。”人老师说：“我会帮你联系他们的班主任，但是我也想问你一句，你要想一想，为什么只有你挨打？”我说还有班长，班长不仅挨逼斗，他还买逼斗，他是逼斗斯。我们俩真的很无辜啊。他说那为什么只有你们2个挨打？这是受害者有责论里边最出名的一句话。为什么只有你？为什么只有你？为什么只有你？当时我比较小，我真的想自己的问题，我觉得是我的表情有问题，因为小的时候我非常容易紧张，一紧张我的眉毛就会皱，就会挑。小时候在学校里边看到高年级，我就这样，给这边的观众也看一下，就这样。啊，给看一下，就这样。那个时候，哎呀，行了吧？我背着书包，我就每天，高年级会过来问我说：“哎，你是不是不服啊？”我说没有，大哥，我真没不服。他说你没不服，给我乐一个。嘿，我就开始找自己的问题，我就想不明白为什么。直到高考之前，学校请了一个高考鼓励官，就那种给你们打鸡血，让你们考好成绩的那种。他给了我答案。那时候高考之前，他问我说：“孩子，我说啊。”你是谁？我说我是付航。他说你是废物，垃圾。你是废物，垃圾，垃圾，废物，废物，垃圾。我说哇哦。我说那赶紧处理我吧，森森。他说孩子，你记住了，只要你上了大专，别人问你为什么这么废物，你就只能说因为你从小就是个废物，记住了吗？不要上大专。我说我记住了，我从小是废物。我真的觉得我自己是废物，直到我到大专找到了一份路由器投诉电话接线员的工作。跟大家概括一下，就是纯挨骂。我第一天去面试的时候 ，HR 问我说：“孩子，干这个工作，每天要接100-200通不同的人骂你的电话，你能接受吗？”我说：“老师，我有9年工作经验。”那个老师把大耳机给我戴上，说：“孩子，你是个天才。”上岗 ，Yes sir， 我就接了我第一个投诉电话。当时我戴着大耳机，手都在哆嗦，我不敢点，我怕别人骂我。当时我一点，那个大姐上来就说：“你的产品是垃圾，你的能力是废物，你是垃圾废物，垃圾废物。”我当时戴着大耳机，我说：“老师是您吗？您买路由器了？我上您家给您修去。”我说：“什么老师？”我说是你的产品是垃圾，能力是废物，你为什么这么垃圾？为什么这么废物？哇！话术里没有教过我怎么回答，但是我突然想起那个高考鼓励官教我的，他跟我说，如果有人问你为什么这么废物，我当时脱口而出在那个电话里说，我说对不起姐，因为我从小就是个废物。那个大姐愣了3秒没说话，她说：“哎呀，孩子都不容易。”咔，挂了。当时我就知道我能干这个，我是天才。9年的隐忍只为挥这一刀。从那天开始，所有的疑难杂症都转给我，我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。在作息武林里边，我独步天下，没有对手。直到1年半的时候，遇到我作息生涯最大的敌人。当我用出老师教我那招，我说因为我从小是个废物。那个大哥在电话那头问我为什么。我说没想过。他说：“那你为什么不去死？”我说：“啊，还有高手。老师只教了我一招啊，我到底该怎么办呀？”后来突然一想，不对，
曾经有高人点拨过我，当时我的悟性太低，没悟出来。做最强的盾，永远有更强的矛可以破你，但只要你做更强的矛，你就百战百胜。我一想，有招了，大哥，为什么只有你的路由器不好使？Why? Tell me why? 我就是希望大家所有人都不要再听到这句说爱之后有责论的话。谢谢。谢谢付航。喜欢付航今天这段表演的朋友，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。3、2、1，请锁票。再一次谢谢付航。今天这个挺不一样啊。